舅舅在异世界差点被暗杀了。那天因为他攻略地下迷宫，身心疲惫，走在小树林里，突然冒出一个背着巨大武器的黑衣人。神秘人掏出一把巨大的冰镰刀，可怕的寒气瞬间冻住了舅舅的脚。紧接着二话不说朝着舅舅冲来，但舅舅并没有还手，而是任由神秘人将他摁倒在地。而这个神秘人正是舅舅之前遇到的冰之美少女梅贝露。梅贝露盯着舅舅看了好久，突然一脸崩坏的朝着舅舅大喊：多亏你没用动神剑封印魔炎龙，而是把他打倒了，让代代守护动神剑的他从那无聊的义务中解放了。舅舅高兴的欢呼：是吗？那真的是太好了！因为舅舅的出现，梅贝露的人生出现了 bug， 但明显舅舅不懂得反讽。梅贝露问他为什么不拔出武器，舅舅表示自己并没有在他身上感受到杀意，倒是梅贝露脸色不好，有好好吃饭吗？听到这里，梅贝露委屈的放下了武器，哭着晕倒在舅舅怀里。舅舅和灵珠一样把人拽回了旅馆。等对方醒了之后，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不是在老家做家里蹲吗？原来梅贝露回去之后就发现自己家被当做柴火砍了，因为魔炎龙被打倒，他也就没用了。村长让他以后自食其力，要不就和狗一样被村子饲养。他不愿意干活，于是用动神剑把村里的人搅动住，往他们脖子上滴水，然后逃走了。没错，他就是这么讨厌工作。舅舅深有同感，在原本的世界里，让他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后，再和同志们去喝酒，这种劳动实在太可怕了。不过现在到了异世界，他正作为冒险者生活着也不错。梅贝露也是，如果不想工作的话，就考虑用动神剑活下去。不管别人怎么想，这都是你自己的人生，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就行。能将其贯彻的力量就成为强大。梅贝露豁然开朗，决定开始寻找解除封印的方法。冰冻封印和他的心是相连的，如果他想要成为冒险者生存下去，就得改掉自己阴沉的性格。但舅舅觉得梅贝露的性格很好，眼睛也非常漂亮，夸得他小脸通红。这时梅贝露发现自己的无名指上多了一个闪闪发亮的戒指，是舅舅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戴上去的，价值足够养他一辈子了，也算是对抢走他饭碗的补偿。梅贝露人都傻了，赶紧摘下戒指还给舅舅。自己虽然尊敬舅舅，但并不是那种感情。然而动神剑在一旁哗啦啦的发洪水，心灵的坚冰一瞬间就融化了。舅舅又把戒指塞给了他，搞得美少女手足无措。舅舅坏笑着朝梅贝露靠近，甚至邀请她和自己一起睡觉。纯情少女哪儿见过这个场面，红着脸请求舅舅借她去洗澡的钱。她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，结果舅舅居然直接扑上去闻她臭不臭，要什么洗澡钱？把戒指卖了不就什么都有了？梅贝露愣住了，卖了什么？原来舅舅给她戒指根本不是要和她求婚，而是让她卖了换钱。心灵的坚冰移动3尺高，梅贝露的杀意冲破天际。精灵被吵闹声吵醒，结果推开门是不堪入目的画面，舅舅正把一个美少女摁倒在地，变态的喘息着。精灵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一看梅贝露手上还戴着戒指，精灵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当场掏出大宝剑，斩断了束缚动神剑的枷锁。梅贝露猛地抱起，将舅舅冻在了冰块里，两个女人就这样达成了奇妙的友谊。而她被一直冻到了第2天早上，舅舅生气地向静雯和藤宫吐槽：难道他们不过分吗？两人一头黑线，舅舅确实挺过分的。舅舅问静雯，最近买的很火的游戏的北美版是什么意思？那是区域代码，同一款游戏要根据贩卖地区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游戏语言。不过好在现在有翻译软件。舅舅的投屏还在放着，藤宫突然听到梅贝露提起了日本，他是怎么知道日本的？将视频倒回重播。在舅舅被冻住后，精灵害怕梅贝露因为被兽人强制戴上戒指而自暴自弃，进行着安慰，但梅贝露却看着戒指笑了，明显他并不在意，可能是因为异世界的血吧。原来舅舅和他们冰之一族的祖先一样，都是来自日本的转移者。冰之一族的起源是400多年前来自日本的武士，在日本的战争中死去，又在这个世界被赋予了全新的肉体。之后他受到了神明大人的启示，为了让转移者在这个世界存活下去，神明决定赐予他一股力量，而武士则要了一把能将神明杀掉的刀。静雯兴奋的满脸通红，这就是异世界转生的固定套路啊！神明觉得这个人居然敢祈求弑神之力，真是有趣。然而没等他把故事讲完，精灵打断了他，并将高潮全部剧透。之后武士从神那里拿到了动神剑，从智慧祠堂学习语言和知识，又和部落里的巫女相爱，然后解开封印讨伐魔炎龙，然后子子孙孙继承这把剑。这故事他早在家乡书看过了。他更关心的是梅贝露对舅舅的感情。梅贝露委屈的哭了出来，他也就对讲故事有点自信，还努力练习了好久，居然就这样被剧透光了。精灵赶紧把人搂进怀里安慰，但舅舅却破了大方，来自神明的奖励他怎么没有收到？连神明的话什么的也没听到。于是舅舅将记忆倒回18年前，看看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一边拖动进度条，一边念叨着什么凌迟处刑，而且翻到的记忆全都是被抓之后的各种处刑。真亏得他能活着回来。终于翻到了17岁的记忆，舅舅的肉体在异世界再造。说实话，舅舅这个时候不长得还可以吗？舅舅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舅舅。之后他就被当成兽人暴打，因为语言不通，以为是勒索，就把钱交了出去，结果被人当成攻击符咒打得更狠了。而就在这时，神的声音响起了，而神居然说的是中文。静雯和藤宫都傻眼了，这神是不是把语言系统搞混了？而且这浓浓的翻译腔怎么这么像移动客服啊？舅舅想起来了，在他挨打的时候，耳边突然响起了听不懂的碎碎念。静雯用翻译器翻译得知是神明要
赐予他力量，顿时兴奋地问舅舅，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觉醒，获得魔法力量，开启无双时刻的？而那个时候舅舅想的是，只要语言相通就能互相理解了。于是他得到了神明赐予的奖励翻译，而在听懂了异世界的话之后，他被当成了稀有兽人，以3枚铜币的价格卖到了展览馆。舅舅实在是惨得一言难尽啊！